今天我很不快乐，我不快乐是因为你们看了我的视频不点赞又不订阅。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打死你 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物质那么多，可是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开心不起来呢？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请们帮我一个小忙，请帮我点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还有那个小铃铛记得要打开哦，这样子你们接下来才不会错过我更加精彩的视频。好了，那么我们开始吧。说到这里，我相信也会很多人说，嘿，只要有钱一定会快乐的吗？有钱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对，你说的没错，可是你只说对了一半。有钱的确会让你感到快乐，可是你有想过，这个快乐是持久性的吗？说到这边呢，我们先来讲讲快乐有两种，一种是暂时性快乐，一种是持久性快乐。然后它们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暂时性快乐呢，是比如讲你打游戏啊，去外面吃好料啊，还是你中彩票，它只能给你带来暂时性的满足感，通常会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所以当你这个满足感结束了过后呢，你的快乐指数就会降到你原本的那个指数，而在过后呢，你就不会感觉那么开心了，也不会感觉那么快乐了。相反的，这个持久性快乐呢，它的快乐，它的满足感是比较持久的。比如说你在学习上有突破了，或者说你创业成功，但是在你过程中付出努力所得到的快乐，可能你在创作这个持久性快乐的过程中，你是不会感到快乐的，因为它的过程是比较痛苦的。不过，一旦你拿到那个成果过后，那个满足感、那个快乐，它是巨大的，是比较持久的。这个暂时性快乐和持久性快乐呢，它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它们并不能给你带来长期的快乐，因为快乐是有终点的。当我们的快乐呢到了一个点过后呢，它就会开始慢慢的下降，就越降越低，越降越低，然后慢慢的我们就会开始感到不快乐了。所以我们要学的是，我们要怎样把这个暂时性快乐和持久性快乐两个融合在一起，让它们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呢我们就能达到长期的快乐。好，现在我们都了解了暂时性快乐和持久性快乐这两种的快乐。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先讲讲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那么不快乐的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永无止境的目标。我们人呢是贪婪的，贪婪已经是几千年来刻在我们 DNA 里面的，这个是改变不了的。我今天中彩票中了100万，我会满足吗？我不会。我明天我想要中1000万，我后天我想要中1亿。我今天买了2奔驰，明天我就想买一辆兰博基尼，后天我想买一辆布加迪威龙。你赚钱也是一样，你一直都想要赚更加多的钱，所以你这个欲望，你这个目标是永无止境的。或许有人会问，没有啊，我只是现在努力一点，然后给自己老的时候过得好一点嘛，先苦后甜嘛，不是吗？对，你这样的想法是没有错，可是你要知道一点，你是在结果享受快乐，还是你是在过程中享受快乐？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只是专注于把快乐放在结果，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是非常痛苦的，你是一点也不快乐的。你已经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追逐这个永无止境的目标，每天都这样忙忙碌碌，可是又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就这样忙到60岁，然后你自己对自己说，我赚到足够的钱了，我要退休了。那么你问问你自己，你真的快乐吗？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他们都认为他们一点都不快乐。哪怕你到了退休的那一刻，你的快乐可能也只是短短的那1-2个月，过后你的快乐指数就这样子慢慢降低，然后又回到原本那个不快乐的水平。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喜欢即时享乐，游戏成瘾，暴饮暴食，社交媒体成瘾，赌博成瘾，网购成瘾。这些点呢，都是可以让我们当下感到非常兴奋和快乐的。不过，这种快乐是对心理不好的。现在社会呢，很多人就是因为压力大，就用即时享乐来麻醉自己。的确也是啊，因为现在的生活真的是需要这些小小的快乐。可是这些小小的快乐，一旦你产生过度的依赖，这些快乐呢，它就会坏掉。那么怎么说这些快乐会坏掉呢？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它是分不清这件事情是在降低我们对不快乐的感觉，还是在提升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大脑它只是知道做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很快乐，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的大脑它也会习惯于这种模式。你想想，现在的时代啊，你要叫外卖，你要买游戏，你要网购，都是在网上点点几下的事情而已。相比于那些80、90年代网络不发达的时代，这就代表快乐来的是非常容易的。快乐来的容易，
也就加速了快乐的崩坏。所以这就造成了为什么有些人一直要打游戏，一直要暴饮暴食，一直要赌博，一直要网购，因为他们一旦停止这些行为，他们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的消极，非常的沮丧，然后整个人就不快乐了。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攀比。看到朋友们都成家立业了，自己还在打工，一个月赚3000块，房子车子都没有。我的朋友身材那么好，脸又漂亮，我呢却只有一堆肥肉。这些心里话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这样子想过。你会这样子想，是因为你不想输给你认识的人，你不想输给你的朋友。当你开始这样子想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你已经不开心了，因为你会开始活得更加用力，想方设法的想要超越其他人，然后你会开始不断的去赚钱，不断的去健身，还是去变美，哪怕你自己非常非常讨厌这个过程。可是如果你达不到你期待的成就时，你就会开始感到很沮丧，和对生活的无力感。所以呢，这也完全的印证了一句俗话，也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啊。OK， 这些就是导致现代人不快乐的3个原因。我说到这边，你们有没有发现到一个东西？这个3个原因呢，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循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打从你和别人攀比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变得贪婪。当你贪婪，就造成了第一个原因，也就是永无止境的目标。当你有永无止境的目标过后，你就会开始及时享乐。为什么呢？因为那过程是痛苦的，你需要及时享乐，就是那些小小的事情来满足你当下的快乐。当你学会及时享乐，也会造成你社交媒体成瘾。一旦你社交媒体成瘾，你在享乐的同时，你也会去关注社交媒体，然后你会发现还有很多朋友，还有很多人比你优秀，结果又造成了你又要和别人攀比。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如果你一直陷入这个循环当中呢，你是无法感觉到真正的快乐的。如果你要感觉到真正的快乐，你就要从这个循环中跳脱出来。那么要怎么跳脱出来呢？现在我们就来讲讲3个让我们能够快乐的关键。要能长期快乐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要跳脱舒适圈。什么是舒适圈呢？舒适圈就是说你在一个领域朝九晚五的做着同样的事情，然后你在那个领域呢是已经非常的熟练了，所以那一个就是你的安全区，你在里面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现在你要做的呢，就是你一小步一小步慢慢的踏离你的舒适圈，学习你领域之外的东西，比如说创业。当然一开始你会感到恐慌、害怕、无助，可是当时间久了，你就会慢慢的开始掌握那个技巧，然后在过程中你会感觉到快乐。如果你创业成功了，那个快乐呢是巨大的，是持久的，失败了也无所谓，因为你在过程中已经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和知识，然后你就能一直不断继续尝试，尝试到成功为止。你要记得一句话，你现在每一次的失败都给你未来的成功铺好了道路。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学习创业你才能够跳脱舒适区，比如说你是一个 Python 的软件工程师，然后你每天就这样写50行代码，然后下班回家，你可以尝试去学一下 Python 以外的语言，比如说你去学一下 JavaScript。 一开始你会觉得非常的难，可是学着学着你就会觉得好像没那么难了，因为你本身就有写代码的基础知识，所以你很快就会上手了。然后你也可以去做一下 freelance， 去接一下一些单子来挑战你自己。当你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单子过后呢，你就会觉得你的那个快乐就会慢慢提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在他们两者之间中可以找到那个平衡点。你在过程中你享受快乐，你在结果你享受更巨大的快乐。当他们合起来呢，就变成了长期的快乐。能让自己变快乐的第2个方法是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有些人天生他就比较好看，有些人一生出来就是一个富二代，他们这些人他们的起跑点就已经是比你高了。当然拿比你优秀的人做目标，那个出发点是好的，因为这样可以让你有动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可是过度的攀比只会让你受到更多的伤害，并不会让你变得更加好。你要记得，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价值所在，哪怕你攀比的对象有10点比你更优秀，你起码也是有那个1-2点会比他更好。比如说你做事情比他认真，或者你打高尔夫球比他还要厉害，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证明了你的价值所在。记得一句话，不要特意去攀比，只要尝试把自己变得更好。只要你活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在过程中还是结果，你都是快乐的。让我们能感到快乐的第3个原因呢，就是保持笑容。或许很多人会说，我工作压力都那么大了，我还有心情跟你保持笑容吗？不过在压力那么大的这个社会，保持笑容
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情，用笑脸去面对所有的人。比如说你早上去上班前，你笑着和邻居打一声招呼；你到餐厅吃东西，那个服务生把食物端到你面前，你笑着和他说谢谢。这些小小举动，你不要小看它哦。你做完了过后，你会发现，诶，我的内心似乎有感觉到那一点点的快乐，而且你的笑容还会传染给其他人。你对着他们笑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也是感觉到快乐的。不过也是要看场合啊。如果你被老板骂的时候，你还一直对着他笑，这个就……你要记得，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爱笑的男孩也是啊。只要你对生活中的人事物一直都保持着笑容，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在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你也会感到越来越快乐。好了，这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哦。能够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丁丁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我每个星期都会上传视频，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还有那个小铃铛，记得要打开哦。好，我们下部视频见，拜。